那么今天下午聊的第二只品种也同样是来自于咱们的粉丝约稿，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港股三生制药目前的一个走势结构。那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的话，我们先说结论，中长期还是比较看好，但是中短期可能会面临阶段性的一个调整下来我们具体来剖析一下这只港股的一些内部波浪结构走势。那首先我们先看月线图月线图这一次的上涨力度明显是大于这个16年10月份之后的这一波上涨走势，因为短短的3-4个月就走完了之前1年多才需要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说明这次多头爆发的力度是比较强的。那么有可能会从这一次的一个相对低点，也就是 4.91 向上发展出这个五浪推动的一个结构那下来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其中它次级别的一个内部走势。这次之前向下调整的低点，它是出现在22年的3月中旬，低点是 4.72。 那么从这里首先它是走出了一波触底回升的一个3波走势。那么之前我也告诉过大家，反转之后的第一浪它有时候是会出5波的引导楔形，有时候它3波就会草草结束。这种3波的结构在之前的波浪理论课本上是没有被收录到的，那所以这也是之后我经过长达20多年的一个观察和分析，那么也是自己去总结出来，不能按照本宣科的认为起始的引导楔形或者起始的转折的第一波走势它一定是5波，真的不一定。好，那么目前看蓝色段的第一波走势结束了，我们可以认为它这是上涨的第一浪，之后经历了一次3波的回撤调整，这是一个2浪，回撤的幅度非常深，同时回撤的这个所需要的时间跨度也非常大。那从这个低点我们看一下 4.98 4.91 从这个 4.91 说实话它其实就是已经进入到了这个主升3浪当中那么目前我们可以看这个主升3浪可能只是走完了局部。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每次给大家讲解视频之前，我会把它的结构从大到小每一层都会剥离一下。那么目前来看从 4.91 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这里我们改变一个颜色，3浪1向下它调整3浪2。那我看一下在3浪3当中它又分为5个子浪，1、2、3、4、5走到这儿，说白了这一波整体的一个走势3浪3就全部结束了。那其实现在目前从高位的一个回落它是一个3浪4，这里我们就需要借助到黄金分割，看一下后期3浪4向下回落的一个空间和幅度在哪里。通过上述的黄金分割划分，那么我们就知道了下一次回落这个3浪4的回落会有一个区间，这个区间的上沿处在 0.236 到 0.382 的中值的位置，区间底部就是 0.382 16.90 和 15.70， 这是3次回落的一个潜在的一个目标区域。同时呢，这一次调整的结构由于之前的走势3浪3非常强，那么这个3浪4的调整大概率不会太深，大概率是以横向运行的方式，平台型也好这样的方式来结束这回3浪4的调整，但是所需要的时间可能稍微比较长。等这个3浪4全部走完了，才有可能再次运行最后一波的这个3浪5，创出新一轮的高点。等这个3浪5走完了，我们可以看到同级别的大2浪这边到时候会有一个同级别的大4浪，走完以后才会运行最后一个大5浪。那所以现在目前的走势结构我们划分完，我们会发现当前可能这个主升3浪还缺少最后一个高点，如果这个高点出现之后那么这一波的3浪5波形态就会全部运行完毕。那么对于我们来说的话，短线想要参与，那么刚才说了，这里的调整可能会比较强它用时间换空间的形式，那它有可能会回撤的不是特深。
如果是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出现，那么这一线的调整大概率是三角形或者是平台形啊，三角形或平台形。出现锯齿形或者是双重三浪、三重三浪的概率就非常小，所以我们要注意整体的一个走势。那同样来说的话，按照目前点位18.70的话，当前还不是最好的一个入场时机，此处还需要等啊，需要等，不光等价格，等调整的低点出现，同时要等待这个3浪4调整的结构要出现。你不能说是啊，这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个 A 跌完了，好，我想着这个 B 有没有可能直接发展成3浪5？有可能，但是概率比较小，概率比较小。想要抓住最后这个3浪5的主升浪，那么一定是要等待它这个3浪4的形态，至少是3波，至少完成3波。刚才说了，平台形就是3波，如果三角形这块会走 A B C D E 5波。所以这里我们就要注意到这个3浪4它调整形态的一个变化，它是2选1的。因此从我个人的角度目前来说的话，当前点位还要等啊，还没调整到位。上一次调整我们通过周线图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用时也是比较长的，1、2、3、4、5、6、7、8，大概8周2个月。那么这一块的调整呀，至少也会是2个月，甚至于略大于2个月。那从现在的时间点来说的话，那至少也是到7月底或者8月初，才有可能发动下一次3浪5的这个上涨走势。所以目前我们更多的是需要耐心的等待。交易并不是要求我们实时在场啊，实时进入市场，有时候在场外观望也是一种交易的策略。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我们主要分析的品种包含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这几个大类。那好，今天下午关于港股三生制药的波浪结构形态分析，那么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